我们画一个手掌转拳头握拳的时候啊，不能把手画成这个样子。我要不提醒的话，肯定有人画成这个样子。反正手指都握起来了，你自己转个拳，你看一下啊，手指上面这个面它不是一个平面。它转拳的时候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小指这个坡度，然后这几个手指这个坡度，这一块食指的第一指关节它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画面中你将来画的角色里边有这个握拳的姿势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拳头该怎么画。这边是手掌的掌背，手掌的背部呢，它不是平的，它是往上隆起来的。做一条横断线的话呢，这条横线它是一个弧线，然后在手掌根部这里给它加厚加宽一点，然后在手掌背的底部这里窄，接手指的这一边宽，你看这个形状就越来越像手了。然后接手指的前面的这个面，它是一个坡面，是哪一个面？对应之前我们画的这个。所以说手掌接手指的这个面是一个坡面，这回好理解了吗？你看一个知识点，我们通过它的剖面，通过它的立体造型，通过它的固定的知识点，你都能够把它们联系起来，去完完整整的认识一个手部的结构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也对应什么呢？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从正面看手指短，从背面看手指长，也对应了它接手指的这个面是一个坡面。最鼓的这个是中指对应的掌骨头，无名指、小指，这边是食指，这边是拇指。那么我画一个伸开的伸直的手掌，那么第一指骨、第一指关节、第二指关节、第三指尖，我们先用圆柱来代替吧。用圆柱来看这个手的话，第一根，然后第二根，考虑好它们的这个长短比例，它就比较容易像一个手了。然后前臂跟手接起来，变成手腕加手掌的这么一个结构，是不是就默写出来了？我们在默写的时候呢，多用这种简化体块去理解，你会比较好默写，因为简化的体块就那么几条线，只要掌握好它的比例，把它默出来之后呢，再逐渐的去丰富它的一些自然形状，这个时候你就能默写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拿手指放大来看，用圆柱来概括是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它画成偏方一点，会更好去理解它的体积，也就是把它分出来一个背面，然后还有侧面以及底面。因为手指背骨头比较靠近体表，所以说这边呢就偏方。然后关节这里呢可以概括成这样的一个形状，这是什么形状？类似钉书钉的形状。你看，我们用钉书钉的形状就能够把指关节表现出来。然后画手指的时候呢，给手指尖部一个面，指尖一个面，它就有体积。然后再概括一个啊，一个指尖，就这么几个面，它看起来就有体积。那么在这个大的体积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把它画的再贴近这个自然形态一点。然后手指肚中间它是隆起来的，然后旁边呢还有这种小坡面，然后它的指甲呢长一点。那一个手指我们也可以分出这么多面，画出这么清楚的体积感。我们在画手指的时候啊，手指自然的状态，不是这样绷直的，哪怕就是伸直的，它也不是直的，一定要注意手指的自然形状。伸直的情况下呢，我从侧面画一个啊，伸直的。那么有的同学这个手指的关节更灵活啊，那个弯的角度更大，或者你经常这样去按它，你的关节呢活动范围也会变大。伸直的情况下，在背部的指关节，这块皮啊是比较皱的，受挤压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些褶皱隆起。那么自然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手自然垂落的时候，没有动态的时候，它是微微的弯曲的。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总之，手指不能画成这个形状，绷的直直的。然后它形状太直了，它也看起来比较死板不自然了。
然后还有就是画手指运动的时候，手指在活动的时候啊，你看手指弯曲的时候有什么特点？手指上不是有2个关节吗？这2个关节的活动角度不是一样的，哪一个活动角度更大一点？对，它是第一指关节活动的角度大一点。你画个手指，你不能画一个这样的，第一指关节是直的，然后呢，第2指关节弯曲的角度比较大，这就是反人类啊，比较不正常。如果你刻意去摆这个动作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有的人是可以做到，有的人是做不到的。你像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这种程度，但是没有必要啊！我画什么角色他能做这种手势呢？啊，很奇怪，很诡异，很怪异，而且做久了手指还会所以说要注意这个手指的活动范围。第一指关节先动，然后第2指关节微微弯曲，然后等第1指关节动到很大的角度了，然后第2指关节活动再大一点，然后等第1指关节已经不能再活动了，那就蜷缩到底了。好，然后这几个手指啊，都握到底的时候呢，它的角度也不一样。我们画一个手掌啊，转拳头握拳的时候啊，不能把手画成这个样子。我要不提醒的话，肯定有人画成这个样子。反正手指都握起来了，你自己转个拳，你看一下啊，手指上面这个面它不是一个平面。不能做到。它转拳的时候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小指这个坡度，这几个手指这个坡度，这一块食指的第1指关节它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画面中你将来画的角色里边有这个握拳的姿势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拳头该怎么画。